三哥，我听那日雪芝说我生病，你陪了我一宿，还说若我有不测，你愿陪我一同去。三哥，现在除了母亲和祖母，你便是对我最重要的人了。哎，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觉得头不舒服。你说我该不会是又发热了吧？哼哼，我看你是好了。你又不是大夫，你怎么知道我好了？都能巧言令色了，定然是好了。哎，那不是百草园的当路吗？六舅舅也给过我一份儿，你的这一份也是他给你的？对，六舅舅跟我说，可以把丹露每日往茶里面滴上几滴，可以补气。最近母亲和祖母让我喝的补药够多了，不如我让雪芝把我的这瓶也给你吧。不行，其他的补药你可以都不喝，但是这个丹露，你必须每日都往茶里面滴几滴。三哥，你是不是不会再生我的气了？那你先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以身犯险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保证，以后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先保护好自己的。喝掉。放回去。谢谢，放回去。三哥，这龙涎香这么珍贵，你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？做点小营生，赚些薄利。什么营生？就是一些小买卖，不然我怎么度日啊？什么东西？公子不必担心，是只小猫。哦。没事了，走吧。母亲，母亲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前几日我去采福院给您请安，您都不在。坐吧。您等久了吧？我应该让亲去给您捎个信儿去的。没事儿，这些天呢，我竟在盘点碧莲阁的东西，查出了不少乔小娘的私账，可算是查完了。正好等你的功夫，喝口茶歇歇。大娘子，怡宁，这些全是乔小娘当年私下变卖顾大娘子的陪嫁得来的。我想办法全部都寻过了，可惜时间太久，就换回来这几套首饰。他用变卖的钱置办了些产业，我都处理了，换回这些钱，你先收着。多谢母亲，时隔多年能找回这么多东西，一定费了很多周折。傻孩子啊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说到底，这些物件也只是个念想。顾大娘子真正希望的是你要过得好。行了，把东西交给你，我就安心了。我要回去让你父亲看看这些私账，让他知道他看中的乔小娘这些年都干了哪些好事儿。想必这些事情父亲也是知道的，只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。母亲，我送送您吧。不用了。慎远，府里在做新衣，我让人给你送了几套，你回去试试。如果不合身，就过来跟我说，缺什么了，想要什么就告诉我。你是个好孩子。谢谢大娘子。
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吃饭就吃饭嘛，你老盯着我这张老脸干什么呀？好看呀，谁让我祖母是京城第一美人呢？美人还来个第一，你这破猴，真会哄我开心。老夫人，大娘子主人送来了黄芪牡丹汤，她说啊，让我看着七姑娘喝下去。我才不喝这汤药呢，我不喝这药。七姑娘不喝药，身体怎么能好啊？祖母，喝了，风寒刚好，需要调养身体。你母亲也是为你好，喝了。来，太苦了。祖母，我要喝了这药是没法吃饭了。那也得喝。哎，您看那边。哎，老夫人，这……我没看见，你母亲问起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没看见啊。薛妈妈，你也什么都没看见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孩子，怎么跟你娘一个样儿啊？吃不了的药汤都往那个花草里倒。你娘生你的时候体弱，也是喝这个黄芪牡丹汤，她是怕苦啊，喝不下去，都往那盆秋海棠里倒。哎，这秋海棠啊，没多少天就活不了了。这黄芪牡丹汤呢，药性温和，对草木也是有益无害的，保管你这花长得更好。姑娘，您用黄芪牡丹汤做秋海棠的花肥，是不是有些浪费啊？以后母亲送过来的黄芪牡丹汤，隔三差五就来浇浇这秋海棠。是。姑娘可是又怀疑什么了？我是怀疑母亲的死有些蹊跷，过几日便会知晓了。七姑娘，七姑娘，大娘子请您去澄净堂，说是衙门来人了，正在向二爷禀告乔武、陈四等人的案情。楼主簿，陈四一案审讯已有结果，特来告知。他可招供了？指使手下在远景阁劫杀贵妇妻娘，假扮盗贼引我等入府，以及收买连情诬陷妻娘，皆已认罪。但他一口咬定皆是他一人所为，并无他人指使，现已判其8年刑狱之期。好，哎呀，那就有劳大人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白管家在，替我送下客人，备点薄礼。是，多谢楼主仆，多谢夫人。官人，怎么突然所有事都成陈四一人所为了？啊，这是我跟乔家大爷商量的结果。我们罗乔两家毕竟是大户人家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颜面无光啊。合着就这么放过乔家姐弟俩了？大娘子所言差矣啊！怎么叫放过呢？乔叶禅在静堂受罚，你也瞧见了。我已经把他赶去田庄，乔武被驱逐出乔府，他们名下的店铺、田庄都已经收回，这就是惩罚。那父亲可还记得，之前答应过我，要给我母亲一个说法？
字是记得，陈四伏法，乔氏姐弟被驱逐出府，这就是说法。看来父亲是想让这件事情不清不楚的过去。怎么就是不清不楚呢？那官也报了，这家法也伺候了，你们二位非得把乔月禅推上死路吗？什么叫我们俩？乔月禅犯下之事，的确是罪不可恕，但此人毕竟在我们罗府待了20多年，他不仁，我们不能不义呀。此事是家丑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若是传出去，我们罗家颜面何存？姨娘，你母亲若是在世，一定会赞同此事。罗家的门楣，颜面排在第一位啊。看来在父亲心里，夫妻情分、血缘亲情，都抵不过一个虚名。大娘子，你是……你们终究是不懂，作为罗家家主，该背负的责任。罢了，罢了。清徐，你帮我去找一个宅子吧，不用太大，能住就好。之后，我要离开罗府。离开罗府？那老夫人呢？我是祖母的孙女，当然会照顾好她，为她颐养天年。1年的时间，我要查清楚母亲死的真相，然后离开。公子，道远大师兄突然来信，可是为了陈大人李雪溪将近的事啊。我知道大师兄的心思。先不说我们只有半本账本，就算拿到了全部账本，拿到了证词，也未必能够翻案。幕后主使显然位高权重，除了证据，我们还需要一些人的助力。另外半本查得如何？查到苏影山还有个孙女在世，但如今下落不明，兄弟们还在四处打听。总之，道远师兄的名字如今还在官府的通缉名单上，更不可轻举妄动。对了，学堂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再过2、3日便都妥当了。让齐安把这封信转给大师兄，再加上一句，就说未在李雪琪前翻案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法子。转告他务必不要以身犯险。是。不过公子，您好像对七姑娘的事越来越上心了，是不是有一点？有点什么？你吞吞吐吐的。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七姑娘，更是为了感念顾大娘子对我的养育之恩。行，您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你说，打探不到那日两人的行踪。舅舅，当日远景阁十分混乱，无人瞧见这两人的踪迹。我命人去罗府暗地打探过，说七姑娘虽是被追杀，但和三公子都是当夜正常归家。舅舅，不如我去查问查问。不用了，想必都是罗府威严家属的说辞。你没人盯着罗府，若是罗三公子和七姑娘出府，即刻来报。是。
姑娘，您瞧，这秋海棠都开花了。对啊，看来这黄芪牡丹汤对花草本无害，可是母亲那盆被浇了汤药的秋海棠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于医理而言，的确如此。大娘子的汤药怕是被人动了手脚。姑娘，三公子来了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有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青渠，你陪我去。要是祖母和母亲问起来，就说我去白云观烧香了。是。聪明。那是自然。公子，到了。这车怎么没有踏脚凳啊？七姑娘见谅，我们公子平日里仗着自己腿长，都是直接跳下来的，所以没带脚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我们家姑娘腿短是吧？哎，七姑娘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别，你什么你？我看你就是那意思，别在这狡辩了。七姑娘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！我是……行，别说了。三哥，这地方是做什么的？过来吧。三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跟我一起，拿着那边。这是孤儿所，这些时日，他们无以为继，我便以顾大娘子的名义捐了一些钱，他们感念，便把名字改作明兰堂。大娘子的善良可以延续下去了。多谢三哥，三哥，我以后可以一直资助这里吗？当然，这样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怀疑你母亲当年喝的黄芪牡丹汤被人下了毒，并非死于难产体虚？要不然，那秋海棠的死，作何解释？那盆秋海棠，我记得是你母亲养了10几年的老庄，不会无故枯死的。我还是太心急了些。乔小娘如今到了田庄，我也难以再调查此事。你母亲过世后，当年服侍过她的人都被尽数遣散了。2位她看过病的齐大夫也已过世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难道当年你也觉得蹊跷，暗中调查过此事？我确实觉得乔小娘心术不正，所以查过这件事。而且我查出了齐大夫还有个徒弟，当年一起为你母亲看过病。我会找到他的。多谢三哥。快去做吧。哎，谢公子。慢用啊。我说呢，三哥为何专挑这条路走？看来三哥是经常来这里，我们都还没点呢，他便拿上来了。不知道三哥是冲着馄饨来的，还是冲这位娘子来的？是你一个女孩子家该问的问题吗？不问就不问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
当然是为了这馄饨而来。我倒是很羡慕他，可以自食其力，不用仰人鼻息。你是没见他为了一钱半钱，心力交瘁。那也比依附于他人好吧？的确是世间对女子太过苛刻了，限制了她们的天地，只有闺阁深院，无论再怎么争斗，也难逃那方寸之地。所以，我一定要离开这方寸之地，所求，皆为我所喜。只要你喜欢，三哥都支持你。但是这条路可不好走。要完成自己心中的事情，谈何容易？肯定不会像踮踮脚那么简单。我已经跟秦曲去说了，让他给我找一间宅子。我早晚有一天是要离开罗府的。然后呢？我会剪纸，还会画画，而且我跟着母亲还学会了管账，可以靠自己，总是有些本事，不会让自己饿死的。三哥，那你呢？难道你要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事情，一直蛰伏在罗府吗？当然不会了。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男儿玉碎平生智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这乡考将至，三哥是否打算去科考？我确实有这个想法。可是，你是想说你现在没有进族谱，要以什么身份去参加科考，对吗？那我就以别的身份，反正我会有法子的。三哥，我帮你入族谱吧。七姑娘，您真能帮公子入族谱啊？那公子以后再也不是黑户了。回去吃你的。哦。三哥，只要你入族谱了，便可以像其他郎君那样堂堂正正的求学科考。这样的话，你若是入了仕，虽然罗府不是那么显赫，但是也可以在你的仕途上给你一些注意，而且祖母和母亲也是可以打心底里接受你的人。你想，六舅舅、六姐姐对你也很好啊，你就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，接受嘛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。一家人。嗯。